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要来拆解一个真的非常有趣的案例。你想想看哦，在东京市中心那种寸土寸金的商业区，有一家保险公司的总部大楼，它的屋顶上竟然藏着一座经营了整整40年的生态绿地。你没听错，40年。而且这可不只是单纯的绿化而已哦，它后来还演变成了这家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这就很值得我们来深挖了，对吧？对，你可能也会想问这个问题，这就是整个故事最让人好奇的地方吧？你看，金融业我们都知道讲求的是什么？资本效率、风险控管，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口上哦。那他们为什么会愿意花40年的时间跟资源去维护一个，看起来跟本业八竿子打不着的空中花园？这背后绝对不只是为了好看这么简单。说真的，这整个故事根本就是一个从所谓的 CSR， 也就是企业社会责任，一路进化到现在最红的 ESG 策略的一个活生生的教科书案例。好，那这次的分析我会分成5个部分来带大家看。首先，我们会从它的起源开始，聊聊那个40年前的承诺。接着，我们会深入拆解它的经营心法，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到永续管理的。再来就是整个故事的转捩点，它是如何从 CSR 升级到 ESG 策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会从中提炼出这个绿色资产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商业价值与启示。好，我们就马上开始吧。好，那么我们就把时间的指针一口气拨回到40多年前。这一切故事的起点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哈，其实跟什么高大上的商业策略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就只是源自于一个非常非常单纯的承诺。事情是发生在1984年，当时这一家保险公司准备在现在这个地方盖一栋新的总部大楼。动工之前，他们就照惯例开了个社区说明会。当时的社长还亲自出席，想听听附近居民们有什么想法。结果，居民们提出了一个很直接的请求，他们说：“我们这一带绿地真的太少了，希望你们能帮忙多盖一些。”你想想，一般公司可能就打哈哈过去了，对吧？但这位社长不一样，他听完之后当场就答应了。他说：“我们公司希望在这里能成为一个对社区有贡献的好邻居，所以好，我们就来盖一片绿地吧。”就这样，一个承诺诞生了。这点超级关键，大家想想看，在那个年代，连 ESG 这个词都还没被发明出来，对吧？所以这个计划的初衷真的非常纯粹，就只是为了回馈社区，跟邻居打好关系。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计算投报率的投资案，而是一个很单纯的善意的承诺。而这是这个初心，为这片绿地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可以说是无比深厚的基础。好，我们继续聊下去。一个承诺要维持40年，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光有善意绝对不够，还需要一套极度专业而且能够与时俱进的管理方法。接下来我们就来拆解他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心法，把这个屋顶花园一步步经营成一个生机盎然的完整生态系。首先，你光看硬体规格就知道它们是玩真的。这片绿地虽然是在屋顶上哦，但它的平均土壤深度，你猜多深？竟然高达1公尺！1公尺这在建筑工法上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代表什么？代表整个大楼的结构体每1平方公尺最高可以承受2吨的重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座屋顶上看到的不是那种常见的小花小草或小灌木，而是需要你抬头仰望的大树。这手笔真的不小。重点来了，有了这么强大的硬体当基础，他们发展出来的软体应用，也就是各种活动跟功能，更是让人惊艳。比方说，他们规划了一区菜园，免费租给附近的居民来种菜，还弄了一小块稻田，你没听错，是稻田，让附近的小学生可以来亲身体验插秧跟收割。但更不可思议的是什么？是这里竟然还成为了那种被列入红皮书的稀有鸟类的栖息地。而且因为这附近医院很多，这片绿地也意外成为很多病患或是家属一个可以散散心、转换心情的疗愈空间。你看，它已经完完全全地融入了整个社区的日常生活里。当然，你可能会想，这样的成果绝对不是放着不管就会自己长出来的。没错，
这背后有一套非常严谨的管理机制，他们内部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每个月都固定开会。而且这个团队的成员背景很多元哦，有负责不动产硬体管理的，有负责活动规划的，甚至还有集团内部自己的生态顾问专家。他们采用的一种科学方法叫做适应性管理。这听起来很专业，但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不断优化的循环。发现问题，提出方案，动手执行，然后监测成效，再回头检讨。举个例子，比方说有棵植若枯死了，他们不会随便再种一棵一样的，而是会开会讨论，我们下一种要种什么才会对整个生态系的生物多样性更有帮助。你看，这就是专业。而且为了让他们的决策不是凭感觉，而是有科学依据，他们还建立了2套监测系统。第一套是在5个关键地点装了自动相机，特别是水源区附近24小时不间断地记录有哪些动物来访。第二套是他们每个月会举办一次对外开放的赏鸟活动，会有专人带领导览，大家一起来观察、记录飞过上空的鸟类。那最厉害的是什么？这些辛辛苦苦收集到的数据，全部都公开在网站上，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上去看，这就展现了极大的透明度跟自信，对吧？好，我们继续聊下去。一个默默耕耘了将近40年的社区绿地，听起来就是个温馨的社区故事，对吧？但它的价值是怎么样被整个重新定义，然后一夕之间成为全球顶尖企业都来朝圣的焦点呢？这就要谈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捩点了。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之前跟之后的对比。在早期，它的目标很单纯，就是做社会贡献，服务的对象就是在地社区的居民。它创造的价值是一种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商誉。但是到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它的目标已经升级成是实践 ESG 策略，沟通的对象也从左邻右舍变成了全球的投资人和企业高层，而它的价值更从无形的商誉转变成了一个可以被评估、被量化的专有名词，叫做自然资本。那引爆这个巨大转变的催化剂是什么呢？就是在2023年，这片绿地被日本的环境省认证为 OECM。OECM 这个缩写全名叫做其他有效地区保育措施，这听起来有点绕口，但你只要知道这个认证就等于是官方帮你盖了一个章，证明说你这块由私人企业管理的土地对于生物多样性的贡献等级等同于国家公园保护区。你想想看，这个认证一拿到手，整个游戏规则就彻底改变了。为了扩大这个认证的影响力，他们就办了一场线上讲座，主题很酷，就定为在这片绿地栖息的稀有鸟类。结果竟然吸引了超过100人来参加。在活动结束后的问卷里，有位参与者就留下了这段话。他说：“我一直以为都市绿化就只是为了人类的舒适，但没想到它真的能对生物多样性做出贡献呢，这真的让我大为惊讶。”你看，这段回馈就完美的证明了一个活生生的真实案例，它所拥有的那种足以扭转大众刻板印象的强大力量。好，接下来这一点我认为是超级重要。当这片绿地的价值被重新定义之后，它到底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可以量化的商业效益？我想这才是所有企业管理者最想知道的答案，对吧？数据往往是最诚实的。在他们拿到 OCEM 认证之后，前来参访的 VIP 团体数量直接从前一年的8组暴增到29组。各位，这是成长的超过3倍啊！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它代表了什么？代表全球的企业高层，他们的雷达都扫描到了这个地方。你就会想，这些大老板们，这些高阶主管，每个人的行程都是用分钟在算的，对吧？为什么他们会愿意专程飞一趟到东京，就为了来看一片屋景花园？他们看的当然不只是那些漂亮的花花草草而已，他们真正看到的是当代商业世界里那几个最重要的关键字，一个活生生的实践范例。你想想看，当大家还在会议室里，在简报上谈论什么是 ESG， 什么是自然资本，或者是像 TNFD 这种自然相关财务揭露的复杂框架时，这家公司可以直接摊开手说，不用谈了，来我们公司屋景看看，我们已经做了40年了。
各位，这个40年的真实故事，就是市场上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所以你看，这片绿地现在的角色已经不只是一个漂亮的展示品了，它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商业入口。怎么说呢？当客户的高层来参访时，他们可以很自然地从这片绿地开始，开启关于永续议题的对话，然后呢，就能更深入地去理解客户在气候变迁或是自然资本方面到底遇到了哪些挑战跟痛点。在这种互信的基础上，机会就来了，他们就能顺势提出自己集团的相关商品或服务，比方说绿地保险方案之类的，这不就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吗？这边呢，我可能要特别解释一下自然资本这个概念。它听起来有点学术，但其实很简单，指的就是所有能提供人类商品或服务的自然资源，像是干净的空气、水，或是森林、湿地等等。那这件事对一家保险公司来说，为什么会这么重要？真的太重要了。因为你想，每年台风、洪水这些天灾造成的巨额理赔，会直接冲击到公司的营运和获利，对吧？所以，去保护森林、湿地这些自然资本，来减缓气候灾害的冲击，说穿了，其实就是在保护保险公司自己的核心利益。好，我们简单整理一下到目前为止的内容哦。我觉得这个故事最精彩、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在于一个40年前单纯出于善意的社区承诺，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坚持，还有非常专业的管理之后，最终在一个新的时代趋势下，它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变成了一项任何竞争对手都难以模仿、难以复制的独特竞争优势。这也就带给我们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反思，在我们自己的组织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长期在做，但价值一直没有被好好论述的隐藏资产？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只要换个角度，用新的商业语言去重新诠释它，它就可能在明天成为你的新策略优势。好，那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这个案例完美展示了长期主义的惊人价值，一个长达40年的坚持，最终构筑出了一条对手完全无法模仿的护城河。第二，它也证明了价值的重新定义这件事有多重要。同样的一片绿地，你用旧的 CSR 语言去说，它可能是一个成本中心，但你换成新的 ESG 语言，它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公司的策略资产。最终，这是一个从善意走到生意的经典过事。它告诉我们，社会贡献跟商业利益从来都不是零和游戏，两者如果能漂亮的结合，将能爆发出巨大的功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